大家好，我是13，那欢迎又回到我的13人企划。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刹车皮，也就是来令片。顺道一提，来令片为什么叫来令片？应该很多人会想问这个问题吧？其实主要是因为来令片它是指的是刹车里的内衬嘛，也就是英文的 lining， 所以不知道为什么 lining 呢就变成了来令。所以才会叫来令片，不过我都是叫它刹车皮啦，因为英文叫做 brake pads 嘛。好，这是这个刹车皮呢，我选的是 Facera， 应该是这样念吧 ，Facera 的 JL 的刹车皮。那这个 JL 刹车皮呢，其实在之前骑人250或是之前有玩人250赛道的人呢，他们都非常的喜欢用这个 Facera 的牌子的这个刹车皮。那它当初是比较属于做性能的刹车皮。它是性能的刹车皮，当然很多人是把它改来，然后做是赛道，然后去竞速这样子。不过最近它出了一个更强的版本，叫做 RJL，R 当然就是 Racing 的意思。不过因为我觉得其实300cc 的车子它动力没那么大，那用 JL 版本其实我觉得绰绰有余。还有就是因为 JL 版本价钱比较便宜，大概是赛道版的半价这样子，所以我当然选这个。然后这样这个价钱就已经是多少？我记得是32块，好啦，那就从我的预算再扣掉900多块台币，也就是32块美金。好，那换刹车皮呢，其实很简单。你看它下面这边，其实你只要把中间两个六角的螺丝先取出来之后，记住你先换的时候，你先拆这两个。我等一下会有影片可以顺便讲。你先拆的时候，你要先松开这两个。然后再松开这个，这样拿下来换会比较好。原因是因为这个通常他们都锁得很紧，然后有时候他们会做一个就是 locking agent， 就是会防松脱的那种粘胶嘛。然后接下来呢，你就可以直接把那个锁拆掉，然后从里面拉出来之后呢，就可以直接换。对，大概就像这样子。好啦，那我们等一下就去赛道上做一些测试。虽然下雨，不过我觉得只要不锁死，应该都没问题。走。那刹车部分呢？我跟你说，天差地远。怎么讲？我只换了刹车皮而已。其实因为我觉得忍300这样跑起来，其实 JL 的刹车皮就很够用。用到 Racing 版，我觉得有点太过了啦。相对因为 Racing 比较贵嘛，我觉得没有必要花这个钱。不要忘记，我们这是小资改装，可是的确差很多。那你可以看到，光比较，你光看它的 material， 那你光看它整个后面的那个背板那边金属做，所以相对你在压的时候也不会有凹陷的痕迹。像我那个原厂的时候，其实就有凹陷，所以相对的使用上可能就会比较弱。所以如果你有忍300啊，或是 G300 或者其他的300系列的车子，然后觉得它是比较经济的车款嘛，入门街跑这样子，你如果直接只换轮胎跟你刹车的时候，这方面其实那个改变就很大了。我不能说它，我觉得它其实有点接近到我的 WR 原厂的感觉。WR 本身它配的是浮动碟，然后它的其他刹车大盘这样子，所以其实那个刹车原厂骑起来就非常非常的稳，非常扎实这样。那它虽然还没有到 WR 的感觉，可是我觉得已经很接近的。那光我这样骑起来的时候，其实我就非常的喜欢。
好啦，那你看现在下大雨，好险！我早上的时候就是有去测试一下，可惜早上原本是想要热胎，因为你知道我这一个阶段就是换新轮胎嘛，然后好不容易就是热了，磨了，想说下午可以来冲，结果下午直接给我下雨。不过没关系，就当做是学一次雨中的经验，怎么样雨中控制刹车。然后我刚刚在试骑的时候，其实我也蛮保守的啦，刹车部分。可是我很喜欢他给我的那种反应，就是他不会太快给我抓住，可是我又不会觉得说他抓不住。原厂的话是我怎么抓都觉得他抓不住，我抓到底还是觉得抓不住。对，这点我蛮喜欢的。我相信如果是选 Racing 的人呢，那个版本的竞速用，它应该是刹进去的时候应该是会紧很多。但目前呢，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很够用啦。那也许太紧的话，那一般人也还要去适应一下那种直接刹死的那种感觉。因为比如说刹车来讲的话，不只是它抓不抓得住，力量大不大，还有它那个回馈感，整个传到你手上的反应，我觉得都是蛮重要的。不过当然啦，只换刹车皮，就是改装好像又太弱了点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下一个阶段呢，我会去换管线，然后当然换管线的时候，我就必须要重新换刹车油，然后看看那个会提升多少制动力。到时候第二个阶段我们再来比较。好啦，那这次来令片的更换就到这边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看13人企划，谢谢大家。